因为律师向媒体公布了肇事司机是旧城区的人，而且现在就在监狱，所以受害者韩刚的弟弟韩烈就让人在监狱弄死旧城区的人。韩烈手下的小弟更是个狠角色，直接端着一缸热油泼向了旧厂区的胖子。事发太突然，在场的人都没反应过来，旁边的阿宝吓得当场大喊救命。唐队一听说这事儿，立刻就找到了律师小周。你知不知道你接受媒体的访问会暴露马山宝的身份？我从来都没有提到马山宝这3个字，但你有说过他是旧城区的人。一开始小周的态度还挺坚决，可等唐队把整个肇事逃逸案的来龙去脉说清楚，小周瞬间就慌了神。也正是因为他这次曝光，警方之前费了好大劲儿才封锁住的消息，一下子就全白费了。接着唐队又拿出胖子被热油烫伤的照片，还说当时阿宝就在胖子的身边。直到此刻，小周才意识到自己闯了多大的祸，因为旧城区的胖子被泼了热油，旧城区的老大戚长荣更是直接送了一个油炸猪头到警局，还拜托警官把他送给在狱中的韩奎龙。既然是为韩奎龙量身定做的私房菜，当然要趁热送过去。这次唐队不只是送外卖，同时他还要警告韩奎龙不要太嚣张，就因为一个匿名举报电话就公然在监狱行凶。我知道你们找到疑犯了，我也知道你们手上有个在现场找到的喷雾剂是吧？虽说韩奎龙待在监狱里，可凭着他的本事，想打听外面的消息还是轻而易举。但唐队一身正气，面对韩奎龙半点不胆怯，他只是希望韩奎龙能安分守己，眼下的案子他会调查清楚。只要你一天查不到，就要每天去收拾。另一边，因为胖子被烫伤，阿威和莎莎以及表妹都赶了过来。表妹也悄悄察觉到阿威之前给她的钱恐怕没那么简单。你叫我去劝说阿宝认罪，你说那笔钱是用来买他坐几年牢的时间，原来你买的是阿宝的命。旁边的莎莎也听到了他们的对话，于是他就把阿威叫出去质问那些钱是哪里来的，而且到现在他都不知道阿宝为什么会进监狱。不过他认定阿威和秦玉有事瞒着，只是此刻的阿威已经和秦玉在一条船上了，他根本就不敢说出实情。而戚长荣在得知自己的人被欺负了，于是报复开始了。不过他并不是泼热油这么简单，而是把人装进麻袋，再倒上汽油，最后再扔过去一个打火机。两方势力都在报复着对方，而阿威也私下找到了秦玉。我们没有退路了，我觉得自首可能是最好的办法，还能挽回。No， 绝对不能这么做。如果你这么做，真会害了他，也害了你。那么秦玉又该如何劝说阿威呢？